大家好，今天是10月3号，昨天比特币是又跌了近2%，现在价格是连19000都给跌破。不然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它这样子阴跌下去，有没有可能再去创新低？就6月18号的这个低点17000美金附近，有没有可能再次跌破？当然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它如果瞬间跌破，不排除是有这个可能。如果这个位置要破，会不会再瀑布去15000或者是12000、18000？我感觉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理论还是一样，就这整个区间已经是横了接近半年，里面是有很多筹码积累的迹象，包括等下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数据，也是有发现近期筹码是有在积累的迹象。那等下用另外一个理论，皮球的理论，或者是黄金比例的一个原则，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瀑布的可能性并不大。包括现在也是有发现日线级别的丝绸线，有没有可能是在反复测试这个下降趋势，有可能是有在减缓的迹象。另外这几天一直跟大家讲的，从历史最高位69000到这一个48000连起来的这一条终极的下降趋势线，它现在也是反复的在测试1次、2次、3次，有可能也是说明下降趋势是有在减缓的迹象。包括4个小时的一些指标，等下也要来跟大家探讨，以及周线20MA 目前的成本是在29000这个位置到底有多重要？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必要 OK 永久返用 20%，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那么来看一下刚刚早上的一个低点，它是把19000都给跌破，就4个小时来观察是很明显这个位置已经是背离了2次昨天都已经破，但是指标是 KD 是已经没有破，那刚刚跌破的时候是又在背离。所以有可能19000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支撑位它要下去吗？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下去的话，我们等下来跟大家聊为什么瀑布的可能性并不大。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 MACD 指标，其实现在是 MACD 也接近极限10几根，它真的要在20根吗？当然也是不排除现在的趋势感觉是就头上的这一条趋势压力是非常的重有没有可能主力也是主动来撤退？然后会不会再去挑战这一个趋势的压力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成交量都知道大陆是在放7天的国庆长假，但是有发现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9月30号的时候是有发现34000多枚的比特币是从交易所流出这也是表明可能是进入第4季度的交易者他信心在抬升的一个暗示上一次有这么多的比特币离开交易所是在6月17号，后面是在4周之内它价格涨了 22%。 那么来看一下链上就这个交易所持仓的数据就整个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是在30号的时候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整个余额是在211万枚，30号后面是现在降到208万枚，就这个位置感觉是有一条很陡的，突然间有这个比特币从交易所流到，是不是金鱼有在积累？因为上一次6月17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在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也是从214万枚降到209万枚，所以不排除，就我个人的一个观点，长期来跟大家讲的，从这个位置21000开始跟大家计划，有可能下去不排除是一个底部那么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筹码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前几天是有跟大家讲过，最密集的一个位置是在2万附近就这个位置有很重要的一个密集区可以连到就6月份的这一个区间，其实全部都是一个就类似一个区间整理我们可以画高一点，这个整个区间我感觉就是在整理有可能就是在积累。那还有一个现象，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很多朋友是担心有没有可能下去我们要思考一下皮球的一个原理。如果是一个皮球从高位落下，或者是扔下去，它遇到一个台阶，比如说遇到一个台阶，你用扔的还是用自动掉下去的，它肯定会有反弹吧？有一个反弹的一个原理，反弹就取决于你是扔的还是自然掉下去的。如果你是用扔的，它有可能反弹的高度，所以有时候空方就是有空方的人在这边主导整个趋势，它如果真的是用扔的话，它反弹的力道空方能掌握的就是反弹的高点，它有可能会反弹的很高。
然后再掉下去，掉得更深。但是它如果是市场自然落体，遇到一个台阶，比如说它反弹力道很弱，那有可能下降掉下去的力道有可能就会很弱，就是取决于这个反弹的高度。反弹的高度就是说一个球弹起来的高度，然后才会取决于它再一次掉下去的一个深度啊。所以我们思考一下，比特币从69000高位，你可以观察一下高点的位置掉下去，它这边反弹的高度黄金比例是在 0.38 啊，所以它会掉得更深。那这一次为什么时间已经这么久了，它就是迟迟掉的不是很深？这个48000掉下去，反弹的高度是不是 0.38 都没测到？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下去也是空方的主力，他现在也不敢主导它的一个高度。如果是真的反弹到这个位置，它有可能会跌得更深啊。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因为3个月多以来，很多人是一直在等，有没有可能瀑布啊，就是瀑布迟迟不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区间里面有很多多方抵抗的 K 线吞没，或者是塔形吞噬、成型、拇指线，这也是一个吞噬。然后这边就最近开始就是不断的反复在插针，为什么连续不断的收上影线，在测试这一条趋势的压力？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丝绸线啊。丝绸线从4个小时可以用，然后日线也是可以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丝绸线从 48K 开始跌到这个位置，有没有观察到它什么时候有在测试这一条最红色的？那这一次测了2次了，3次，这边反而是过的话，主要是上一次这个位置有一个上升楔形，也是没想到它会跌得这么深。那现在是又在测了，所以有可能也是说明，包括这一条终极的趋势线反复的在测试，也是说明有可能下降趋势有在减缓的迹象。那我们再观察一下，还有它的周线啊，我们观察一下这个20 MA 的成本啊，现在是在目前价格是在多少？22000点啊，上一周是在22600点啊，每一周会以600点的速度下移。那刚刚画的那个黄金比例是在29000附近嘛，我们可以再画一下吧。就这个 48K 的高点下去，它其实 0.382 的位置目前就是在这个20周的成本位置，所以不排除主力为什么反复的不去这个 0.38， 有可能就是目的不给空方制造很多的位置，空点的位置拉得太高，有可能就会砸得很深啊。所以这个 0.38 的位置是在29000附近。那我们可以数一下，刚刚是收盘的时候已经把这根去掉了，1、2、3、4，还有4周到5周。那昨天有跟大家讲的，不排除比特币会不会再整理个2个月，有可能才会再上去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